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2027年中共到底会不会攻打台湾？那为此呢，我们请到了一个著名的军事博主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你好。子丁好，终于我们见面了。我们其实就是之前见过面，对，但是第一次在第一次上节目，现实中见面，对，因为我们俩都是军事博主嘛，所以就很关注过去1、2年中共军力的这个扩张。确实，包括你看到就是这2年他建这个特种驳船，对吧？特种驳船他就专门为了登陆所用的，就连接的登陆，像当时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桑乔，还有包括福建号今年也是跑到海南的三亚啊，进行了电磁弹射，无论是歼15还是预警机，还是这个歼35都已经弹射成功了，说明他的军力确实在做准备。所以就是说，包括美国的很多将领或者智库也说，2027年可能对于台湾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节点。那我不知道马克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2027年台湾到底会有怎样的危险呢？我觉得就是说，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当然要备战了。就是从那个就是海格塞斯啊，就是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他就这次在那个香格里拉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他就明确说嘛，就说西太平洋的战事迫在眉睫。所以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就是他觉得他离备战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出，就是美军呢加速了这种12种武器的那种生产呐。然后呢，包括和日韩都是加强了关于造船方面的合作等等等等。所以说，美国实际上来说，他自己感到一些紧迫。然后呢，所以说那个像就是川普总统他也提出了这个金琼计划呀，新的太空作战的方式等等。他实际上来说，就是要在自己能有优势的那方面呢，他要加大尽快的加大优势。然后呢，和中共呢，他能够拉开距离。但是呢，从中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习近平从上台开始，就习近平上任开始，他就把这个统一台湾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目标，就是他的野心一直是很大的。实际上来说，就是他一直想要超越毛泽东嘛。对，很明显，他的很多讲话里面提到，包括之前对台湾的这个腔调，他也在变化。对，所以他实际上来说，他讲，因为毛泽东一直在就是想要收复台湾，一直没有成功嘛，所以说他觉得他能收复台湾的话，他在这个历代党魁当中，他的政治地位就远远会高于他们，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愿望。但是呢，就是愿望是愿望，就是以前我说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做这种准备，就是包括军上的准备，就包括他的那个包括人员上，就是将领上的准备。为什么拼命在提拔原来31集团军的这些人，包括何卫东啊，对，东部战区全部都是这批人。对啊，像什么苗华呀、何卫东啊，什么都是他们那么一批上来的嘛。所以说，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熟悉台海。对，所以说他们觉得这个以前就说他们台海帮嘛。就是说他实际上，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他的人事布局上来说，他也是想要攻打台湾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特别他第三任之后，就20大之后，实际上他就遇到了很多麻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的权力不稳的这种传闻就非常的多，而且他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清洗这个军队高层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他20大的时候曾经很风光，但你看他20大之后，他就碰到很多这种人上的问题，就是他提拔的很多人都出了问题了嘛。对啊，先是2023年的火箭军，对，火箭军当时多少上将，对，就2个国防部长，对吧？魏凤和李尚福全部出问题。他们这2个人之前还是总装部出身的，对，然后涉及到张幼霞，因为张幼霞之前是总装部，也是总装部出身，是2个人老上司，对，所以当时军心搞得很不稳。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2024到2025的这个所谓的你叫大清洗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对，这次4中全会之前，9个上将突然一下子就全拔关了嘛，就是双开。那实际上我可以看出，这苗华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他牵扯了一大批的这种将军，而且就是说把原来的31军的就所谓的台海帮的人，几乎就是连根拔起了，那就全没了。对，包括你现在东部战区的司令，这个林向阳也没了，对吧？包括你这个何卫东啊，这底下的包括海军啊，各个军种，包括甚至武警的司令也拔掉了。对啊，因为那个苗华就是海军出身嘛，所以他原来就把海军一大批人都带上来了。所以说海军的话受到很大的冲击，而呢就是想要台海作战的话，它海军一定是必须倚重的。除了空军以外，那海军是个最主要的一个军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目前人事上来看，就是已经是面临着就是原来习近平想要这个统一台湾，就是想倚重的这些台海帮，就是这些人，他这次大规模的被清洗掉。那么
不论是这个是习近平想做的，是自己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了。对。但是不管主动和被动，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些人被清洗掉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对他的人事上的，就是特别是那个指挥官的这一层级，受到很大的冲击。我觉得您刚才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大清洗到底是习近平主动还是被动？这个东西在政治上目前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包括四中全会之前有人说习近平彻底失去权力，但是我们看到四中全会出来了，人事安排主要就是张生民，对吧？张生民从晋升为这个军委的副主席，但是张生民没有入局，就没有入政治局。对，这个所以政治上到现在为止啊，我依然听到两派的观点。但是我想说拉回到我们从军事角度来说，就是说不管是谁动的这些将领，对于打台海来说，结论是一样的，都是不利的，对吧？我们做一个假设嘛，我们学理工科都是 if else 做个假设，如果我们先假设，如果这些人是习近平自己拿下来的，那他本身很有问题，这些本身都是习近平的亲信，何卫东、苗华全部他都信任。以前在福建我们是这个一起吃饭穿一条裤子的，现在这些人被习近平拿下，习近平还会信任谁？实际上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张生民为什么能够升上去啊？就是一个，当然有人说是张游侠的张游侠的底细啊，或者是他的那一派的人，但是实际上张生民呢是军纪委的那个书记嘛，然后他也是那个中共的那个中央纪委的第2副书记。所以他现在他的位置呢，就是因为他是第2副书记，实际上来说，那个纪委的第一书记都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所以他呢从这个资历上来说，他没办法进入政治局的，他跨过不了那个坎儿，所以他有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的人传言说什么那个妥协啊，什么各种方面的那个说法，但是呢，如果是从资历的角度来说，那个现在张生民他也进不了政治局，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第一副书记呢。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完全是个妥协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也有一些规矩，就中共也有他的规矩，也不是说习近平可以为所欲为的，就是因为中共的这套规矩呢，他也是就是为了制约很多东西，因为他也是要寻求平衡的，就是他不可能让你看为什么中共总说党指挥枪而不会让枪指挥党，就在于他实际上也制造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他是让你 control 这个军队的，不让他们随便的能够最后反过来影响这个政局，所以这部分来说，像毛泽东他都没有办法去绕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程序的问题，所以最后他只好搞文革，他通过文革的方式，然后把他们斗倒。对上去革这个，他实际上他把原来就因为什么，那个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然后呢邓小平是那个总书记，然后毛泽东是主席嘛，所以邓小平他控制那个就是中央书记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他来决定的，所以毛泽东他就很多事情过不了，所以他最后只能搞个文革。但现在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说习近平他实际上是控制着他既是总书记又是军委主席，所以他实际上是可以把所有的程序都控制住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有的人说他失权了？但是我从这个四中全会上来看，他并没有失去权力，而且因为什么？他控制了整个的那个就是书记处，那么他的很多提案一定就是你提出这种包括反对他的提案，都要必须通过书记处的。所以说他控制了书记处，所以说你其他一些反对他的东西，他全都能够解决，全都能够推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实际上是主要的权力他还是控制得住，但是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就有一些，就是他要回到向左转。你发现，实际上来说，习近平和那个，实际上习近平和薄熙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就他俩都是要左转的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看啊，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呢，他都是在这个就是市场经济之后起来的，就包括他的这些军队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中共的军队是非常腐败的，他们都是说买官卖官，他要升官的话，他也要花钱的，所以他升上官以后，为什么最后查他们都是巨贪，就在于这里，就是他要花钱买官，然后呢，他也要再赚钱。对，当年那个郭伯雄、徐才厚那个军委局出事的时候，当时新华社公开发文说买官卖官，大军区正值1000万人民币，所以那个千军万马嘛，千军万马，对。所以你可想而知，两个军委副主席下面整个军队的这个官场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了。所以他们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些人赚了钱以后啊，他钱都不会留在国内的，他们很多钱都会放在海外。他们的子女，他们包括他们的一些情人呐，他们都在海外。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像刘亚洲什么，他们都反对这个打台海、打台湾，就在这，因为一旦打台湾的话，你和西方关系必然破裂，那西方肯定要制裁中国。制裁的结果呢是什么？他们的所有的财产
就包括这些军官的所有财产，他们的孩子都可能会受到牵连嘛，对不对？那他们辛辛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所以说，习近平想打台湾的话，就跟他们的想法实际上是就反了。这些人呢，嘴上当然为了升官，他也会说支持习近平，忠于习近平，但是他心里头，他是背后，他们肯定是反对这个事情的。您刚才说到刘亚洲，其实刘亚洲是非常典型的，因为他是算是红二代，本身红二代出身，又做到上将。他的家庭，他是兄弟，我记得他兄弟姐妹好像至少是4个还是5个，至少有2个在国外，剩下的包括刘亚洲在内，全部在军队做到少将，包括刘亚洲做到上将。他的一个弟弟就是美国亚特兰大这卡特中心的一个研究员，那是我记得好像是埃默里大学一个很好大学毕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红色家庭，他有很多的亲戚在海外。那不要说那些贪官或者是军队那些把自己的子女放在海外的也有很多，所以他们就面临这个，一旦他们要如果说发动这个就是战争的话，他们必然会受到很大的牵连，就是整个他的未来，他都会受到很大牵连。你看那个咱们就说原来那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国安法，我记得是因为国安法，然后她不被美国制裁了嘛？对对对。然后那个2020年后来她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国制裁，她原来以为没什么太大的那个事呢，结果呢后来发现美国一制裁以后，所有的中资银行都把她的账户冻结了。所有的信用卡都不能用了，所以他当时抱怨嘛，就说这些中资银行都把我的账户冻结了，因为都涉及到美元的问题嘛，所以说美国就只能管着所有的银行。然后呢，他就说给我发工资得拿现金发，所以我家堆了一堆现金。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出，当时他作为特首，他都没有想到这个后果。但是呢，反过来讲，林郑月娥有了这么一个事情以后，那所有的中国官员全都知道，对不对？他们在想，我要如果被美国制裁了，什么后果？所以你可想而知，他们怎么可能会想要去打台湾呢？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中共的官场来说，不管是这个普通官员，还是说军队的一些人，他们因为有大量的孩子或者亲戚在海外，所以他们是不愿意去打台湾的，就不愿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对对对。所以说，包括这个所谓的台海帮这些人，就是他们也知道，就是我的政治，我的这个可能你像那个你就像那咱们说何卫东嘛，他实际上就是走到头了。就是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嘛，他就到头了已经。所以因为什么？你作为职业军人的话，他不可能再进入政治了嘛，政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他和张幼霞就是到头了。所以说他如果如果说他也就是最后就是退休了嘛，就顺利的话，他就退休就完事了。所以那他惹一堆事干什么？就是假如他去打台湾了，假如他积极准备打台湾了，如果说一旦被美国制裁的话，他就以后的后半辈子或者他的子女家人都会受到很多牵连。所以他从他的本身愿望来说，他肯定是不想去搞事儿了。他因为他就顺利下台，就是对他的最好的这个结果。所以您认为，就何卫东这些人被清洗，他们有不想打台湾，对习近平阴奉阳违的现象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习近平清洗他们。对对对，因为当时苗华一出事了以后，苗华他上来以后也牵扯一大批人嘛，他们背后肯定都在议论，他们私下里都可能在说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四中全会。所以您的观点是，就四中全会，其实习近平并没有失去权力，习近平依然掌握党政军。对，我是觉得，我觉得我这一点观点我和你稍有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是这个叫殊途同归，我们的结论可能是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打台湾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您是觉得习近平权力没有问题，但是习近平清洗了自己最亲信的这些人，这完全会影响他打台湾的计划。并且这也透露出军队上下其实不想打台湾，对不对？那我再说一下我这边的想法。我个人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是受到影响的，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何卫东他做到头了，对不对？做到头了。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次何卫东清洗，包括我今天我看蔡霞的采访，我觉得他分析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是说，习近平我觉得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清洗自己人，而且清洗这么多自己人。他清洗完了这些人以后，他在军队中没有可以相信、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苗华、何卫东这些都是当年福建跟着他上来的人，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些人可能不是习近平想要清洗的，而是可能是张幼霞想要去，因为23年的时候火箭军的乌案，当时就其实逼到装备部，就逼到就直指张幼霞，是张幼霞结合一些军中或者红二代的反习的势力去
去对习近平做的反制，这是我个人看法。当然，咱们这两种看法其实现在在结果上，我觉得是一样的。对，从政治上来说，就是说，如果您关心的是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这两种走向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回到打台湾这个议题，结果上是一样的。如果军队中存在反习势力，那你想想，这个中共的军队内斗都没有停止，怎么可能想着打台湾呢？实际上，你看这次张胜民升去以后，他也是可以说军纪委升为这个军委副主席了嘛。所以说，那你就可以看出，实际上他这个军队的清洗应该还是没有结束。是，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官僚这次都没有升级，就是这些真正的军人呐，对，都没有获得晋升。所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来说，习近平对军队我觉得是不放心的，或者说他不认为的，就是从我的观点，对，所以他就可能不放心，他还是要搞清洗的。但是我当然从政治角度来说，我是说，为什么你看习近平为什么向左转？因为正常人都会觉得我发展经济不是更好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任，特别是到第二任开始，就是剧烈的左转，然后呢，就是国进民退嘛。实际上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就是保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就是这些人都成为，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的这个高官们都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本家了，就他们有巨大的财产，所以说当他与这个党和这个自己个人财产相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他哪个孰轻孰重的问题了？等到他钱都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认为他要保护自己财产的心绝对要比超过这个保党的心要强。而你当所有的中共高官全是这样的时候，这个党就会完蛋的。就是因为他无所谓。而像习近平这一代呢，习近平一直认为他自己是真正的要保党的人，他是属于红二代，他觉得在保自己的江山，他们的江山。所以这个你就发现习近平他为什么要左转，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些财力，就是有钱的，包括这个是马云什么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开始逐渐的想要影响批评这个共产党的政权了。这对于习近平来讲，觉得这共产党政权已经非常危险了，因为这些人太有影响力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现在他为什么一定要搞他们这些人，就是因为他要是不这么做，他共产党就会完蛋，就是孰轻孰重的问题。就是在中共大陆，这个中共还是说了算的。对，马云你只是可能谁的白手套而已，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实际上你看以前呢，为什么就是西方就是那个资金想进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不就梦想了这么一个吗？就是说通过钱让这个中国人富裕起来以后，中国人就会自动的就是和平走向民主嘛。就是因为你有钱了以后，你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你就需要希望法律透明，各种要有自己的这个有发言权，然后呢，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投票权等等，你就慢慢想要获得更多权利了嘛。所以他想通过这个培养这个中国的一批富豪或者中产阶级以后，就会让共产党的政权自动的它就瓦解掉了。所以这个是最开始西方想要进入中国，就是对中国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包括就是这个克林顿啊什么的，他专门做演讲，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实际上，所谓的和平演变，就是邓小平讲过和平演变嘛。但其实失败的。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个目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成功了。因为所有的这些人，当中共的高官都变成大富翁的时候，他们确实想保自己的权利啊。就是如果说最后有一天，共产党的政权肯定会垮掉的。就是如果这么一直走下去的话，当这个财富的力量逐渐的变强的时候，共产党的权力就会被垮掉，所以这个呢是习近平他们最担心的地方。所以习近平为什么说把这些人要全都砸掉，就是因为他只有向左转，他才有可能保党。所以为什么当时习近平在上台之前呢，他就说这个朝鲜在这个政治宣传上，在这个思想的教育上是很成功的。实际上你就是从他的那点，他脑子里头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而呢胡锦涛到他的第二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说胡锦涛第二任的时候就搞国进民退，那时候他就开始强调这个国有经济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这个民营经济已经，你想那时候阿里巴巴以前那个时候它多大多么庞大，甚至当时你看他是搞蚂蚁金服，他是开始控制金融，进入金融行业了，这样的话你那个央行什么的，就包括国有银行，它就控制力就会越来越弱了，它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了。那个时候民营企业真的起来以后，它如果是讲说这个就是电子支付超过这个国有企业的时候，那时候它怎么办？那时候中共它就说话不算数了，很多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共产党你发现它要对所有的都要控制，它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而那习近平是绝对的党棍，他跟那个其他人不太一样，因为什么？他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是根正的保党的，对，他是保党的。你看那个我们看那个就是江泽民呐，还有胡锦涛啊，他实际上相当是个过渡人物，他并不是真正的红二代，他们两个都不是真正红二代，所以说相当于是邓小平这一代像那个红二代之间那个过渡人物。等到习近平拿到权力的时候，他是绝对要回到那个以前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共产党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所以说他这个对于意识形态上，你看他特别的强调，包括什么在这个那个四中全会之前。他开了3次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嘛，其中一个讲的是下一个5年计划，另一个讲的是那个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他实际上讲的是怎么统一台湾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他讲的是宗教中国化。那实际上是他要把这个更加的这个意识形态化啊，所以说这就能看出他的整个的思想。所以说你看了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一直跟着他的实际上是王沪宁。就王沪宁就是在习近平第1任的时候进入了政治局，第2任的时候他成为政治局常委，然后第3任他就连任政治局常委。他主要负责统战，包括他的这个对王沪宁一直3朝帝师嘛，他从那个江泽民时代开始就一直辅佐，所以他给他们制定了所有的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话题。所以这个呢，这个人你看其他的人都是大概1届左右就换掉，1届就换掉。像那个王岐山帮他反腐，然后呢就换掉了。像刘鹤也是第2任的时候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参谋嘛，然后呢他也被换掉了。虽然王沪宁一直跟他走，而且步步高升，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他是很强调意识形态的。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在讲这个党争啊、内斗啊，但实际上你看习近平这个人，他实际上是非常注重这个意识形态的。那这个意识形态，你觉得对未来台海会有什么影响？会更促使习近平想打台湾是吗？不是，我认为不会。因为什么？他现在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在党内，因为这些人呢就发现，你再往这个左转的话，对他们的这个财力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而且呢，他现在反腐反得很厉害，所以说你看出他现在在清洗这个很多东西，但是反过来讲呢，他的阻力也非常大。我可以这么总结吗？就是说，习近平想要左转，我个人认为，在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中，他是想打台湾的，对。但是因为他的左转的政策，使得他在党内的路线遭到很大的阻力，对，而这个阻力就近期反映在党内的这个军队大清洗上。这个军队大清洗，它可能有2种解释，一种就像您认为的那样，是习近平掌握权力清洗自己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就是他可能是张友侠一派和习近平形成了对立。但不管这哪种情况，这都意味着中共军队党内的政治斗争严重到不足以使得他能够实现攻打台湾的计划，或者是在未来1-2年内，因为我们今年至少看不到这个斗争结束的这个现象，包括这个中央递补委员的时候，跳过所有军队的这个候补委员，对，就说明军队的大清洗，不管是由谁主导的，尚没有结束。而我们可以看过去这个无论是火箭军还是今年，基本上你这个清洗下来，这1年时间可能都是这个算短的。清洗之后，你还要重新有新的这个选拔将军嘛，新的你还有个信任过程。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我个人认为2027年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1年。对，所以这个结论是比较安全的，是吧？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习近平可能更考虑的是就是21大他连任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现在目前党内受到很大的阻力，就是他想推行他的那套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想左转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他自己来说，只有他会坚持这一点，我就相信他绝对会坚持这一点。坚持这一点的话，他的斗争就会更加激烈化。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选择张胜民升为那个就是军委副主席，他的很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在政治上要加强这个就是整个的军队的这种政治的这个意识形态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来说，他只能把这个打台湾可能要放一放。那么我觉得，其实目前呢，他是要他保他的政权，特别是他一定要想在21大要连任。他连任以后的话，他可能也许就会稍微稳定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估计是政治斗争会很激烈的。那么他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要是想要争取能够连任成功。那这样的话，他能把他的意志传达下去。那么同时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跟普京那时候那个就是93阅兵的时候跟普京谈话，就是活到150岁等等，就说明他还想连续的一直干下去的。干到150岁是吧？所以他目前为止根本没有制定接班人的这个计划嘛。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根本没有。而且呢，你看他的那个政治局常委每届都全换，每届都换，那只有王沪宁一直跟着他走下来了。所以说包括你看这次他政治局常委的这个选的所有人都是秘书的。
就是都听他的话的，就是只能听他话的。他并不是说让你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一个大员。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是习近平他心心念念的，他要想达到他的目标的一个手段。所以他现在根本没有想就是什么让谁来接班的这个想法。所以说他在目前来说，他要保他的政权的稳定，他能够顺利过渡到21大。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目前来说更主要的是可能是要把这个党内反对他的势力要打下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来说，他可能会放一放。我觉得我们从今年他这个四中全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他没有再用太多强硬的词眼或者说武统，当然民间的情绪依然是存在的。我觉得我们刚才就是从这个中共国内政治角度去分析，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做军事，我们可以再回到这个军事的角度、武器装备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您觉得从这个双方军力的对比来说，这个中共攻打台湾，它面临多大的风险，或者是美国的应对有多么充分？我觉得因为你想打台湾，特别要打那个台湾本岛的话，它的这个风险当然很大了。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进攻方总是要兵力要多于防守方才有可能成功的嘛，就是至少以前的经验都是这样。那么所以说，他如果直接去打本岛的话，就是会有巨大的风险和阻力。而且你想调动上百万的军队，你首先来说渡海啊这个问题都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当然他也在考虑说用驳船、用不种，包括调用商用的船只。对。然后呢，他一旦打下一个港口，或者是像建立一个移动的码头等等，然后呢，他通过这种滚装船呐，把大量的军队来运送。所以他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最有可能的，就是也许可能像金门，他有可能会先去搞一下啊，这样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对，说到金门，我突然想问一个比较这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认为，如果战争爆发，可能金门、马祖等外岛，相当于台湾可能会放弃，或者您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您觉得作为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国军，是否应该坚守金门和马祖？我觉得就是说，金门实际上金门的那个国军的守兵已经减少很多了。现在来说，而且金门有个海龙蛙兵也好像从金龙撤到澎湖了。对，所以说，而且金门呢，现在是受制跟大陆的这种关系已经很密切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蒋介石那个时代，它基本上是隔绝的嘛。而且现在金门的那个自来水啊、水啊、淡水资源都是从大陆引进的。所以说，如果说从这一点来说，台湾可能会放弃它。我自己感觉就是，如果说真的处于一种比较危险的状态的时候，他为了这些国军的一些安全，他有可能会放弃金门，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政治形势和那个蒋介石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蒋介石的时候是心念他要反攻大陆的，所以说他想把金门作为一个跳板，作为一个那个桥头堡，所以说他一直要放在那里。当然，那个毛泽东呢，他也明白这个金门的重要性，所以说你要如果说因为从金门到厦门很近嘛，对，所以说。你像83炮战的时候，他也想搞一下，但是他发现美国的反应很强烈，他是要通过金门来测试美国。对啊，如果美国强烈呢，他就不搞了嘛，所以后来他就是打炮而已吧，然后慢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慢慢淡化，慢慢平息了。所以说当然那时候就看美国的反应嘛。所以说如果说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也可以通过金门来测试美国的反应，就是说如果说他去打金门，因为现在武器比以前要先进的多得多啊。所以以前那个只能是用炮来打嘛，那现在什么无人机啊，各种武器什么，你都可以去弄金门嘛。所以说那样的话，而且那个就是那个本岛和金门之间的这个海运可能会很容易就被切断。那这种情况下，它的补给被切断了以后，金门实际上是很难守的，就是因为毕竟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以前首先来说，那毛泽东那个时代，他那个空军也不占优势。对不对？那个时候中共其实没有什么海军和空军。对啊，那空军我当时那个中华民国空军都跑到浙江上空、福建上空，直接他进去嘛，直接就进到中国大陆了，直接进中国大陆，然后侦察机对直接飞你头顶上。对，所以说那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他空军不行。所以说，那个他还可以保证他的这个海运的这个补给线的 OK。所以中共那时候只能说用几个什么鱼雷艇啊出去就是偷袭一下，对不对？当时中共策略叫做空潜快，对，就是潜艇、快艇和空军。所以当时中共这就是空军就指的这个海军航空兵嘛，海军航空兵。所以后来这个从这个俄罗斯后来引进的这个苏30，当时有一批空军型号，有一批海军型号，但是现在所有东西全部交给了就是空军航空兵的这些苏30，就是过去几年军改全部交给空军了。对，当然这是题外话，当然我们说到这过去这个中共这空潜快的
快的这个思路，但是这个时过境迁，好像台湾现在就是攻守易势，台湾现在反而是要发展一些空潜快了，比如说潜艇，对吧？比如说一些快艇，这个无论是我们看到这个之前的塔江级啊，对塔江级啊，或者是这个光华就是前一代的光华快艇，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势确实是在变化，实际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从习近平角度来说，他可以通过攻打那个金门，这个成本比较低一点。然后呢，第一个是可以测试美国的这个态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就是军事上的风险比较低，这样的话他不容易发生这种政治危机的这种感觉。但如果说因为他一旦跨海那么多兵，如果是打台湾的话，一旦出现问题的话，他可能就会他的整个政权就会垮掉，或者是会受到更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政治的那个风险的角度来说，他打台湾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打台湾的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治上的风险。就对于习近平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打台湾它其实有3个风险，就是政治风险、军事风险和经济风险。对，而政治风险它是叠加在经济风险和军事风险之上。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就是说先说这个经济，因为现在的战争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说，当时比如说金门这个登陆的时候，它是这个木质快船，对，那个时候雷达也不是很，基本是视距内作战。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美国预警机，台湾也有鹰眼预警，基本上你这个400-500公里都能看得很清楚，无论是海面上的还是空中，所以作战范围是扩大的。那我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在台海发生战争，这个战争是波及到南海和东海的。因为中共就是虽然我们说是台湾海峡，但是中共是不可能在台湾海峡集结海军的。对，因为你只要在台湾海峡集结海军100多公里的距离，雄凤山捣乱就落在你头上。对，所以中共的海军一定是北面是在舟山附近东海舰队，也就是现在东部战区。南部应该在海南、广东一带集结，然后南部向高雄，北边向台湾进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战海域已经牵扯到东海和南海。对，那东海和南海一旦发生战火，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的所有的海运线被切断。因为中共所有的民用的航船，中共的进出口绝大多数通过海运。你像这个无论上海啊、广东啊、宁波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进出口港口。那你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你一旦你这进出口港口立马就没法运营了，东西是既进不来也出不去。所以你看这次高市当选那个首相嘛，他在之前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然后他在一次那个就是记者会上，人问他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说中国就是日本的那个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100多公里，对，如果中国想打台湾的话，他一定会在东海排上战舰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说，那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日本必须得应战，他自己就那么说，就是那你那个中共的话，那军舰都摆在我们家门口了，我们还能不应战吗？所以这就是他的意思啊。所以你可以看出，只要中国想打台湾，那就必然会把日本卷进来。日本一定会影响，因为而且他说的这个海运线，就像你刚才说，海运线也都会切断嘛。对啊。日本的话，那他就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日本都是靠海运来的嘛。日本也是要经过南海的海运线。对啊。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刚才说的与那国岛距离很近，你像中共的战棋推演也好，或者很多人的推断也好，有一个词叫做封锁台湾，就是说我把但是台湾东部可是。东部接着日本，东部是你怎么能封锁台湾呢？你必须越过日本列岛和南部的巴士海峡，你才能到台湾以东去封锁台湾。对，但是你如果越过日本列岛了以后，那你岂不是就和日本就会发生间接或者更加直接的冲突？对，而且假如盟国日本在不参战的情况下，盟国通过日本列岛与那国岛，就沿着我的日本的边境线向台湾运送补给，那这时候中共你打还是不打？你打了的话，你打掉了东西，那可能是在日本领海内，有可能是日本，因为你打的时候，中共打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日本的船还是别国的船，因为现在船全都挂在乱七八糟国家，什么这个巴拿马国旗，你怎么知道这个船在这个区域内航行它是去哪的？那如果中共不打的话，那你就意味着你的封锁是失败的；如果打了的话，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有可能是打到日本人，有可能打到美国人，有可能打到其他国家的人。那这不就是战事升级，就日本不得不卷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台湾不是像很多小粉红想的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它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地理在里面。所以为什么你看现在日本也在发展这个所谓源头打击能力嘛？他也在设计对，他在开发自己的新式。一个是除了那个就是改进型的1、2式导弹，然后另外一个他也在发展那个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对，高超音速武器。所以说他这两个呢，就是他至少的源头打击能力，它是设计在1000公里左右嘛。所以1000公里的话，至少它的周边的话，它可以打什么像上海啊什么，全都会覆盖在这个就东部战区，它一部分就会覆盖上。对啊如果1、2式现在1、2式的标准射程是。早期版本是200公里，后来现在是400公里，增程版本大概是900公里到1000公里以上。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日本的军舰也好，或者你这个导弹发射架、潜艇也好，不需要出港，你只要停在冲绳，你就能打到上海。对，我记得冲绳到上海大概是700公里。对，所以就其实日本也在这方面在进行备战。对，因为什么？他是很明白，就是随着中共海军的强大以后。包括跟俄罗斯的这种联合呀，所以说对日本的这个就是威胁会越来越大嘛。所以因为日本就是个岛国，它所有的资源都要靠海运，都从外边来。所以说一旦它这个海上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它的国家的那个整个的经济，甚至是说人的生活都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个海运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生命线，所以它一定要就是保证的这部分，而且特别是它一定要通过发展武器来遏制，或者是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这因为一旦打仗对谁来说都没有好处嘛。你就看俄乌战争一样，他打起来容易，他想停就很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你只要这个战争旷日持久，如果在海上的话，那你整个的这个运输线可能就是不是说你断2天的问题了，对不对？对，可能几个月甚至上年。那对于日本来说，那它基本上来说，整个的经济包括人民生活都可能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到日本，我突然想插一句美国。因为美国是日本的盟国，然后其实美国，你看美国虽然军力很强大，但他打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打的，对，都是我要叫上兄弟，包括阿富汗也是，阿富汗是唯一一次这个就是激活这个北约的 Article 5，也就是这个集体自卫的这个，所以当时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加拿大、英国什么这个韩国都派兵了，韩国都派兵了，对，所以这是就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我们刚刚说日本其实。美国在这儿做的很多准备，我想强调了一个很突出的准备，就是滨海战斗团的设立。美国现在是以前没有滨海战斗团，滨海战斗团是最近几年这个海军陆战队改制。那目前是3个滨海战斗团，一个滨海战斗团在冲绳，在战时的时候，它的战术就是我第一时间部署到与那国岛到石垣岛一带。那滨海战斗团它本身有防空武器，也有反舰武器，其实就是封锁住第一岛链靠近台湾的这一端，避免中共海军从东海向北逼近台湾，因为它的有反舰导弹，有 NSM 或者有战斧巡航导，它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第2个滨海战斗团目前设置在关岛，在战时的部署是部署到菲律宾，从吕宋岛北面封锁巴士海峡。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美国和菲律宾一直有这个肩并肩联合演习，对，就美国的这个海马斯包括提丰就借着肩并肩联合演习。就部署到菲律宾，而且去吕宋岛了。吕宋岛，而且肩并肩结束了以后，他还不走了，他不走了。真的，海马斯在这个提丰在那待了有大半年时间，就他在现在菲律宾说我还想再买一套，我还对菲律宾说我也买，这东西挺好，我也想要，他可以机动部署吗？因为他到吕宋岛就是去踩点儿，对，就是说，因为我的武器很重，我怎么知道我战时的时候我走哪条路？我要到哪个地方对去发射？他已经在这些武器装备已经在吕宋岛待了2年了，万一以后有，这就像我们有录节目的时候，你要熟悉环境，对吧？你要提前熟悉你的讲稿一样的。我已经在这熟悉2年了，到时候真有个风吹草动，我这个马上就可以马上到吕宋岛了，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我在哪里，对不对？而且他还挑了一个吕宋岛和那个巴士海峡中间的那么一个小岛，直接跑那儿去。对，他还去那儿去。对，那个距离台湾我记得无人岛，好像就90公里，就非常近。你像90公里那是多近？所以他如果偷偷的把那个什么导弹部署到那里头，等你船来的时候就可以打你了。对啊，所以就是一南一北嘛，这2个滨海战斗团，然后还有第3个滨海战斗团，目前在夏威夷。对，战时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啊，
它的目标应该是部署在第一岛链的宫古岛啊，宫古岛大概在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以北，它是封锁就是冲绳宫古那个，它有宫古海峡，宫古海峡挺宽的，那个是中共。你如果看这个中共这个山东舰或者辽宁舰进出西太平洋的时候都是通过宫古海峡，因为宫古海峡是最宽的地方，所以第3个滨海战斗团就放在宫古岛。其实真正战时，中共海军不敢出第一岛链的，你怎么出呢？你从宫古岛出去以后，我们就不说别的，宫古上面就是冲绳，冲绳那里是整个美军各种的普天间，对不对？加手纳，空军的加手纳，海军陆战队的普天间，F-15战斗机，战时的时候 F-22、F-35全过来了。你航空母舰，你敢走宫古海峡吗？对，只是中共他讲的这些航母，因为现在都是和平时期嘛，所以无所谓。所以中国有时候可以那个一直甚至到那个关岛附近去演习嘛，对，进入西太平洋。那你这个现在都无所谓了，你就几艘船，你对，实际上真的打仗的话，因为中共没有海外的海军基地，所以你可以看出他每次出来的时候，船的那个都是有限制的。你像他那次去澳大利亚，就是一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然后呢再有一艘补给船，对。那一艘补给舰的话，它连2艘驱逐舰都支撑不了，所以说它只能是一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当然很奇怪嘛，为什么护卫舰跑去了嘛？美国一般来说也不会让护卫舰跑得那么远。所以说实际上来说，就是因为它补给的问题，它实际上来说就是后边这个拖油瓶子只能跟着它这么走，它也只能这样。所以说它为什么说这个？你看它的那个就是航母战斗群，它出来也是，它必须得是最后还得跟那个就是游船汇合。然后呢，它最多它就能快速走大概1个星期，然后它就得停下来，就等游船，然后呢补给，因为它所有东西，它因为它也烧重油嘛，然后呢你那个飞机、战斗机也全用油啊，航空油，然后呢你的驱逐舰、你的整个的护卫舰队也全都需要用油，所以它到时候就是它最多就能跑1个星期，然后就停下来就开始绕，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补给啊什么的就开始等。所以说，它的这个作战周期，韩战的时候就讲7天战争，7日战争，就是说那时候中共的那个士兵，他能够携带的补给就能够最多维持7天，所以说他就到那时候就会停下来，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中共的补给也是跟不上，所以说的士兵包括他的粮食啊、弹药啊，他就能带那么多。后来美国就发现这个规律，他一到那个时候他就打不动了，他就开始停下来了。就是他即使一开始打得很猛，但是他很快就停下来。所以说后来美国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实际上，这个中国海军也是一样，现在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他只要远洋的话，他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基地，所以他的补给线就成了他的致命的那个问题。所以说他现在所谓的能够虽然说进出自如，就是因为是和平时期嘛。等到他真的如果照战时的话，就像你说，他只要这个第一岛链全都是敌对国家，对不对？都是美国的盟友嘛。你不论是宫古海峡也好，巴士海峡也好，然后或者是穿过那个菲律宾的一些岛屿啊，那以前他也通过那么干过，就是从南海穿过菲律宾的一些群岛，然后呢再进入西太平洋。对，他去关岛转一圈。对，所以说那现在和平时期没人拦你，但等到你真的到打仗的时候，那菲律宾也不是说好惹的，对不对？他也买了很多反舰导弹啊，像那个就是除了布拉姆斯，对啊，布拉姆斯他也买了一些嘛，所以说他也肯定会封锁这个海峡的水路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共呢实际上他根本就很难进入西太平洋，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他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再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讨论内容，就是说中共攻打台湾其实有很多风险啊。第一，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政治风险，因为目前我们知道这个内斗还没有平，不管是哪一派去清洗目前苗华这么多九大将军呢，这证明中共在未来一段时间他可能没有精力去放在台海，至少军队方面是这样。第二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经济风险，因为一旦打仗，你的所有的交通线全部是封锁了，东西进不去又出不来，你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战争越长，你的经济受损越严重。那第三个就是军事上的风险，因为我们讲到了这个美国其实做了很多准备，像您刚才提到了买了很多武器装备，包括第一岛链上的这些布置，包括美国本身有很强大的这个海军。第四个因素就是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所谓外交上的因素，因为美国他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打仗，他在西太平洋地区都是他的盟友，日本是这攻守同盟，韩国是攻守同盟，菲律宾是防御协议啊，它不是攻守同盟。但是美军现在是天天在菲律宾，吕宋岛是赖着不走了，就可以看出美国其实在很积极的应对。所以你看经济啊、政治、军事、外交，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你造了一艘航母我就能打到台湾去的一个问题。对，这武器呢只是其中一部分，武器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就讲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它有很多制约因素组成的。那么当然除了天气的原因以外，那还有很多的这种自然的原因，就像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因素啊等等。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中共它可以为所欲为的，实际上它有很多它的制约的因素。那今天很荣幸和马克一起就简单讨论一下这2027这个时间节点，中共会不会攻打台湾的问题啊？那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我们俩可能都达成一致，就认为现阶段来说啊，中共攻打台湾可能面临很大的困难，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问题啊。对，所以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大家可以积极留言。那我是子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再见，拜拜。